这个幼女是个战士，仅仅一枪就将敌人的前线彻底击溃。这是一个战火不断、列强割据的世界，有个国家被称为帝国，有着极为强大的国力和军力，以及众多魔导师和参谋将校，周围国家皆为假想敌。为此，帝国制定了名为315计划的内线战略，一边让各方面军进行迟滞作战，一边集中中央主力部队将敌军各个击破。计划本该如此，但是在执行中却出现了不少重大问题，战力极度欠缺，导致增援不足，帝国进军迟缓，战线不断后退，对战共和国的莱恩战线维持艰难，当地部队损耗已经超出极限，即便召集了一切可用兵力仍无济于事，那里已经沦为一片地狱。幼女塔雅少尉是帝国军205强袭魔导中队第3小队的队长，魔导师有着在空中作战的优势。第3小队的任务本是从侧面攻击迟滞战斗，但是2名下士罗哈德和克里斯却违背命令，擅自去端掉了敌人的炮兵队。结果当晚2人就被塔雅强制遣返回国。他的队伍不需要不听从命令的士兵，2人自然不服。然而军队是组织，组织需要规矩，他们不守规矩，没必要留下。哈罗德和克里斯急了，这个处罚他们不能接受，他们是自愿来到前线，早就做好了非胜即死的准备，勇猛才是帝国人的本色。塔雅沉下脸，手已经握在了刀刃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要一再违反长官的命令是吗？维多利亚突然喊了一声，让塔雅改变了主意。他尊重2人的选择，但是他们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。于是第2天，维多利亚就没看见2人了。问了一轮中队长才知道，这2人被调去了后方的碉堡待机，这就是塔雅给出的惩罚。夜晚双方再次进行激战，中队长突然发来紧急集合命令，403魔导中队和敌方2个中队进入了意外遭遇战，担任观测员的魔导师被敌人盯上，他们需要立刻出发救援观测员。塔雅提出异议，维多利亚因为多日的战斗已经到了极限，他不想为救别人而害死自己的部下，但维多利亚不想成为大家的拖累，志愿参加救援。塔雅见他这么坚定，也只好同意。很快，躲在战壕里的403中队收到了205中队来支援的通知，敌方无法准确地获取他们的位置。共和军中队长下令开启最大火力，把一整片区域全部炸飞，403中队全灭。但塔雅小队已经进入敌人的照射圈，塔雅没打算返航，而是准备一口气将敌方中队全灭。对手正在进行消耗极大的长距离行军，再加上刚才消耗了大量火力，他们的胜算并不小。但毕竟他们也只是4人小队，战力上还是有些不足。塔雅临时改变了主意，让手下去个1轮会合，他担任先锋去击溃敌方小队。毕竟过早失去新人，可是会影响他以后升迁的。上个班还真不容易。很快，共和军观测到一名敌人正在快速接近，中队长毫不在意下令迎击，却没想到塔雅竟以非人类的速度完美避开了枪林弹雨，3发子弹射出，敌军被摧毁大半。塔雅抽起刺刀，直取中队长手机，手下反应极快，扑上来被中队长挡了一刀。塔雅又灭了3人之后，猛地拔高，引诱其余敌军向上攀升。很快，共和军的铁马到了极限高度，但塔雅仍旧没有停下，高度直逼1万米。确定好俯视高度后，塔雅通过公开路线向共和军喊话：这是他们的天空，这是他们的故乡。共和军若妄图对祖国意图不轨，他们会毫不留情予以驱逐。中队长朝空中的塔雅射击，然而那只是充当诱饵的残影。塔雅一挥手挡下攻击，魔力术士在面前张开，通告队友准备迎接冲击后，一股庞大的魔力填充950步枪，塔雅一枪射出，空中炸开极为恐怖的蘑菇云，到达压力极限的魔力与空气混合，引发巨大的扩散魔力爆发，爆炸散去。塔雅象征性的说完了劝投宣言，但共和军也无人生还。队友感叹塔雅根本不需要支援，在残酷的战争世界里，没有比他更可靠的魔导师了。很快，塔雅的消息传到了共和国国防省，共和军畏惧其恐怖，称其为莱茵的恶魔。莱茵前线，维多利亚收到了克里斯和哈罗德战死的消息，待机中的碉堡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。维多利亚将这件事报告给塔雅，没想到他毫不意外，或者说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中。不会移动的碉堡对炮兵来说是最合适的靶子，不然他为什么要把那2人送到那里？既然想死，那就去死好了。帝国中央主力部队在莱茵战线的部署总算顺利完成，但参谋长艾里希得知塔雅被分配到了莱茵战线后，却是满脸冷汗。他曾经见过塔雅一面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那就是一个披着幼女皮的恶魔。准确的来说，塔雅的灵魂并非幼女，而是一个生活在现代东京的成年男性，没有是非价值观，只遵循规则办事的精英白领。他的人生信条就是遵守规则，保持理性，不择手段地走上人生巅峰。然后在某一天，被他裁员的下属推下了电车轨道，而就在他和电车即将相撞的瞬间，时间暂停了。神凭借路人的身体出现在他面前，但塔雅是个无神论者，完全不相信神的存在，也没有任何信仰。通过塔雅的一番诡辩，神得出结论，他信仰缺失的原因是因为科学已经发达到满足日常生活，并不需要去祈求他人，而他作为社会中的强者，从没有陷入过绝望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把他扔进严酷的环境中，看看他的信仰之心能否觉醒。如果在那里死亡，就不会再有下一次的转生了。时间恢复，他就这样被创飞到了异世界，成为一名丢弃在帝都郊区的贫困修道院名为谭雅的女婴。由于时代原因，贫富差距极大，孩子们过着无比拮据的生活，国家还在处于开战前夕的狂热中。而在这个战争无法避免的时代，一个贫困弱小的幼女根本没有生存之路。幸好在这个世界有着被称为魔法的力量，她在孤儿院的检查中被认定具有魔导适应性，具有适应性的人被称作魔导师，在将来被征入军队，只要搭上军队这条轨道，他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。于是谭雅作为志愿兵主动入伍，接受了士官教育。下一次的转生无法得到保障，他就必须要在现有的环境下优先保护好自己，同时也是为了所谓的向神复仇，他非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过上一帆风顺的人生。在标榜实力至上的帝国军中，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被交付了训练2号生的任务，但是士兵们完全没有把这个幼女放在心上。于是谭雅很快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地狱，对他抱有何种印象是别人的自由，但违背长官的人必须接受惩罚。谭雅杀机儆猴，差点当场撬开一名新生的脑袋，从此再无人敢违抗他的命令。帝国军训练结束后，谭雅被分配到了北方军队驻地实习，本以为就此在后方过上安稳的生活，结果他刚到驻地就遇上了战争。协约联合军越境，谭雅被提拔为少尉，负责执行观测任务，确定敌军的所在，为炮兵队提供射击定位。在帝国军炮兵的猛烈轰炸下，联合军伤亡惨重，指挥陷入一片混乱。而联合军这一次也是无辜躺枪，他们被上层蒙骗，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军事演习。联合军魔导中队无法靠近帝国炮兵，打算对身为观测员的谭雅出手。谭雅在控制他的指挥下向第2警戒线移动，准备引导对敌军步兵主力的镇压。正得意能再这么轻松取得战场的出战，突然和控制他的通讯出现信号异常，紧接着就受到联合军中队的攻击。谭雅反应迅速，瞬间返航。控制台要求谭雅进行牵制作战，援军正在10分钟之内赶到。谭雅觉得这个时间就离谱，对方可是一个中队的火力，他一个人撑10分钟就是送死是吧？但是控制台不允许他撤离，谭雅也只好咬牙迎敌。见谭雅折返，中队长立刻带人上前迎击。谭雅握着不断颤抖的手，突然开始癫狂大笑。战场上的孤胆英雄何其荣幸，死在今天也是挺不错的。他以极快的速度击溃2人，重伤中队长，用尽全力和敌人缠斗，一边迎战一边计算援军到来的时间。还有不到2分钟时，他的弹药耗尽，直接选择自爆和敌人同归于尽。与此同时，援军赶到，谭雅被炸毁防护罩，落入林中。但这一切其实也是他的谋划，表面上一直在奋战，然后以最自然的方式脱离战场，这是他能想的最明哲保身的方式了。结果事不遂人愿，谭雅演戏太过，因为孤身迎敌击落4人，阻止了敌军突破防卫线而立了大功，被当作英雄对待，并授予他银鹰突击勋章。谭雅大呼不妙，虽然受到表彰是好事，但是要被送到前线可怎么办？他的安稳日子可能要就此泡汤了。果不其然，9岁少女被授予勋章，成为拥有白鹰称号的年轻王牌一经报道，一个神秘人也盯上了她。而此时的谭雅正因为在拍摄宣传影片而痛苦非常。